美空军电子战能力大提升，首架 EA-37B 电子攻击机已投入战备。8月13日，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基地接受首架 EA-37B。按照美国空军的计划，将以10架 EA-37B 取代14架 EC-130。相比较 EC-130，EA-37B 的巡航速度更快，飞行高度更高，航程更远，滞空时间更长。美空军可以实现以1半的操作成本，发挥更高的作战质量和任务效能。不过在2023年之前， EA-37B 却被叫做 EC-37B， 一字之差，背后的意义却是天差地别。2023年的时候，美国空军就接收了用于测试的 EC-37B， 进行各项验证工作，没测出问题就算了。后而发现 EC-37B 的性能太强，具备攻击敌方目标的能力，其机载雷达天线完全可以发射大功率电磁波，摧毁敌方防空系统或者水面舰艇的电子设备。然后 EC-37B 的名字就变成了 EA-37B， 虽然仅改变了一个字母，但二者的意思完全不同。从1962年开始，美国的军用航空器就采用统一命名标准，在美国军用飞机序列中，特种电子设备编号为 E， 比如 E2 预警机，运输机编号为 C， 如 C-17 运输机，攻击机的编号则为 A， 如 A10。如果由常规客货运输机改造而来的电子战飞机，通常以 EC 开头，比如基于 C-130 大力神改造的 EC-130H， 由战机衍生而来的同样以 E 开头，比如 EF-111A。而 EC-37B 则是由 C-37B 运输机改装而来， C-37B 就是美国空军之前采购的湾流 G550， 美军使用这些公务机充当客货运输机，并分别起了2个型号，客运型 C-37A， 货运型 C-37B。 随后美军在 C-37B 加装了机载预警系统， C-37B 运输机摇身一变成为了特种电子飞机 EC-37B。 最初的时候 EC-37B 属于电子干扰机，结果在进行测试时，美国空军发现 EC-37B 作战范围不仅包含电子干扰，还能实施电子攻击，于是编号变成了 EA， 地位与美海军的 EA-18G 咆哮者类似。改名后的 EA-37B 也成为美军现役战机中第2款携带 EA 编号的电子战机。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 EA-37B 的能力那么强？EA-37B 的新名称也重新定义了该平台的作战职能，也就是发现、攻击并摧毁敌方陆地或海上目标。但美军最初的目的仅仅是取代 EC-130H 电子干扰机，在美军当前的战斗序列中， EC-130H 算是主力电子战飞机之一，基于 C-130 运输机研发，配备了 ARN-52 塔康导航系统、SPA-SM 干扰系统、ALQ-62 侦察告警系统、AAQ-15 红外侦察系统、APQ-122 多功能雷达等一系列电子战设备。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 EC-130H 属于防区外大型电子干扰机，主要负责对敌方指挥通信、雷达、作战数据链等系统实施远距离电子干扰、压制和欺骗任务。由于使用范围广，发挥作用大， EC-130H 是美军近些年局部战争中连续部署时间最长的机型。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中都能看到 EC-130H 的身影。尽管 EC-130H 为美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该机的年龄太大，服役时间已超过40年，机体严重老化，任务执行率仅为 33%。 于是在2017年，美国空军与 L3 科技公司签署了一份改装合同，启动下一代罗盘呼叫项目。项目的主要内容就是取出 EC-130H 上的电子战设备，并安装到湾流 G550 公务机的机身内部，最终改装出 EA-37B 电子攻击机。就性能而言，湾流 G550 改装的 EA-37B 具备先天的优势。湾流 G550 公务由美国湾流宇航公司于2003年推出，属于国际顶级远程喷气机公务机的代表机型，可以搭载18名乘客，航程达到了11686公里。不仅是首架直航范围从纽约直达东京的超远程公务飞机，而且舒适性也很好。此外，基于民级平台的军用化改造可以大幅度降低研发难度，后期备件的更换与维修保养也可以依托民机供应链。在底层逻辑上， EA-37B 与 EC-130H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毕竟 EA-37B 上面的大部分零件都是从 EC-130H 身上扒下来的，二者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都是同一款，甚至说绰号都一样，都叫做罗盘呼叫。
只有等到 EC130H 退役后，罗盘呼叫的绰号才能由 EA37B 独享。不过在实际作战时 ，EA37B 却可以吊打 EC130H。与 EC130H 相比 ，EA37B 的巡航速度更快，飞行高度更高，航程更远，滞空时间更长，电子战的能力也不一样。那么 EA37B 是如何做到的？单论基础性能 ，EA37B 就可以碾压 EC130H。EC130H 的机载平台是 C130 运输机，装备了4台涡桨发动机，可以在前线野战机场起降。只是作为一款电子战飞机 ，EC130H 并不需要这个功能。相比之下，由湾流 G550 改造而来的 EA37B 装备了2台罗罗公司的涡扇发动机，燃油经济效应更好，巡航高度和飞行速度等指标更是远超 EC130H。EC130H 的巡航速度只有 0.5 马赫左右，最大飞行高度在7600米，而 EA37B 的巡航速度达到了 0.85 马赫，最大飞行高度可以达到15500米。在实际作战时 ，EA37B 抵达作战区域的速度更快，并且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对敌方进行更大范围的电磁干扰。此前，美国还通过罗盘呼叫项目启动了一项耗资4500万美元的升级，被称为航空电子可行性计划。升级内容就是在驾驶舱内加装液晶信息显示套件，从而提升飞行员的态势感知能力。同时 ，EA37B 的安全性也更好一点。相比于 EC130H，EA37B 体积和重量均缩小约 50%， 升线高度提升超过 50%， 再加上其电磁收敛特性，隐蔽能力更强。EA37B 侧面的鼓包其实是一个大型发射天线，而紧靠天线的机身内部一侧安装有信号放大器，用来增强发射功率。EA37B 还可以将大功率信号隐藏至机身内部，降低飞机释放的信号功率，可以有效提升战场生存率。除了基础性能 ，EA37B 的电子战作战能力也比 EC130H 更强。EA37B 中大约有 70% 的硬件都来自 EC130H， 但也有 30% 的设备将进行升级。并且第7架至第10架 EA37B 还会换装 BAE 公司开发的极限4电子战任务系统，电磁攻击能力大幅提升。新的极限4还将引入开放式系统架构，作战时可以实时装备需要的电子载荷。在开放式架构的基础上 ，BAE 公司还开发了采用开放式软件架构的小型自适应电子资源库技术，可以在不对配置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实现电子战系统的更新，从而提升 EA37B 的作战能力，并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而且开放式系统架构也就意味着 EA37B 可与其他战机之间实现信息共享，比如接收 F-35、F-22、EA-18G 等不同战机的波形数据，凭借其电子战系统寻找不同战机的任务目标。问题来了，既然 EA37B 的性能那么好，那么在实际作战时 EA37B 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就目前来看 ，EA37B 的任务远超电子干扰的范围，可以利用电磁能量破坏敌方飞机、导弹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瘫痪敌方的数据链和通讯系统，为后续的攻击部队打开一个缺口。而 EC130H 只能对敌方的指挥、控制和通信能力进行一定程度干扰，想要摧毁敌方的系统，还需要 AGM-88 反辐射导弹。在对付无人机时 ，EA37B 也能发挥很强的作用。一般的电子干扰机都可以干扰无人机的控制链路，而 EA37B 这种电子攻击机可以利用爆发性的电磁脉冲直接摧毁无人机的电子设备。不过除了电子功能外 ，EA37B 就没有作战手段了。相比之下，美军的另一款电子攻击机 EA-18G 咆哮者还可以携带 AGM-88 反辐射导弹攻击敌方的雷达设施，也能发射 AM-120 空空导弹打击敌方战机，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当然 EA-18G 本身就是由超级大黄蜂这种战机改造的，而 EA37B 作为一款运输机平台改装而来的电子攻击机，自然不可能在武器方面与 EA-18G 相比。而且作为一款防区外的电子攻击机，EA37B 也不需要其他的武器，攻击敌方的电子设备属于本职，不需要 AGM-88。此外，民用改军用的平台还具备一些特殊的作战优势。与 C130 军用运输机平台相比，湾流 G550 作为高端公务机，在执行电子战任务时，可以为机组人员提供更舒适的作业环境。民用机的外形也有一定的欺骗性，可以降低敌方雷达的设备精准度，增加其查证难度。目前，戴维斯蒙森基地已经接收第1架 EA37B， 并由第55电战大队的第43电战中队操作。接下来，第55电战大队将陆续装备10架 EA37B， 以取代 EC130。就像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
凭借 EA-37B 更好的巡航速度、高度以及航程和滞空时间，美军只需要一半的操作成本就能发挥更高的任务效能。总的来说，电子战变得越来越重要。就比如在乌俄战场之上，乌军正利用俄罗斯干扰和欺骗能力的漏洞，打开战线上的缺口。只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 EF-111退役以来，美空军的电子攻击能力就不断缩水。不过，美军并没有放弃对电子战的关注。第350频谱战联队就是最好的证据。研发 EA-37B 电子战飞机也只是美军电磁频谱力量建设的一部分。美军当前的电子战正在由传统的机载雷达、舰载雷达向卫星这种高端装备转移，并且还在发展太空领域电子战技术。在无人装备横行的当下，电子战能力将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指标。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EA-37B 这种电子攻击机在战场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